皇上金口预言，今日谁能猎得这只玉面白狐，便是太子妃。只要这支箭射出去，太子妃之位就是我的。殿下，若让人知晓我们把有毒的灵王花替换了雪莲做药引，活活害死妹妹，我还怎么活呀？怕什么？你如今有了姑的骨肉，万事有姑担着。我们这么做，到底是对不起婉婉。对不起她，怪只怪选妃宴上，她非要逞强射中那只玉面白狐，那本该是你的猎物，她不过是个小偷，偷走了属于你的太子妃之位。赵烨、沈玉仙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下辈子我不会放过你们！太子妃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踏入那个吃人的东宫。既然你们觉得是我偷了妃位，那这催命的宝座我就让给你们。白狐，看剑！剑羽上刻着沈字，郑国公府家的小姐猎得玉面白狐。哎呀，我今日的准头怎么回事？竟然射偏了！妹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看来连老天都在帮我，这太子妃之位是我的了。蠢货，你以为抢到的是泼天的富贵？既然你如此费尽心思，那这一世你就好好享受这份大礼吧。好，果然是郑国公府教出来的女儿。你们看，这剑法何等精春，正中要害，连狐皮都未曾损坏分毫。婉婉，快来本宫这里。你今日猎得白狐，拔得头筹，本宫这便要下旨，昭告天下，封你沈婉婉为我大晋的太子妃。郑国公府本来就权倾朝野，头脑，谁让沈大小姐会实至名归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这只白狐并非臣女所。你说什么？这等天大的功劳，婉婉万死也不敢贪图。真正射中白狐的是臣女的长姐沈玉嫣，这太子妃之位理当属于长姐。禀皇后娘娘，这只白狐确实是臣女沈玉嫣所猎。沈婉婉，你怎么可能没有射中？你可是郑国公府的嫡女，你的剑法和骑射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？你怎么会失手？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招？殿下，连您也不信是玉嫣所猎吗？你若是觉得玉嫣不配，玉嫣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。怎么会？姑只是一时惊喜，不敢置信罢了。嫣儿的剑术真是大有长进，姑为你感到高兴。本宫处心积虑举办这场选妃宴，为的就是让太子顺理成章地娶了郑国公府的嫡女，把郑国公能让一个无足轻重的庶女搅了过来。婉婉，如今怎么告诉本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输给他？请娘娘恕罪。今日臣女的坐骑不知受了什么惊吓，突然发了狂，将臣女从马背上狠狠甩了下去，实在使不上力，这才让剑失了准头。长姐今日超常发挥，射术精湛，婉婉输得心服口服。殿下，玉嫣猎中白狐，你不高兴吗？胡说，姑当然高兴。婉婉怎么会摔了？嬷嬷，快去内帐看看婉婉有没有伤到筋骨，若是伤了她，郑国公夫妇可要怪本宫没照看好了。哎呦，沈大小姐，你怎么摔得这么重啊？亏得我刚才故意策马撞树受伤，为的就是把戏做全，不狠一点，怎么骗过皇后这只老？婉婉是郑国公府的嫡女，骑射之术在京中本就无人可敌。今日失手全因意外受伤，这结果对她实在有失公选。不如这样，等婉婉的伤养好了，咱们再重新比试一次，如何？殿下，娘娘，妹妹是郑国公府的嫡女，身份尊贵，这太子妃之位本该就是她的，是不是我猎到的白狐又有什么要紧？反正最终入主东宫的都会是婉婉。玉嫣命苦，不敢强求。皇后娘娘这也太偏心了吧！大家公平竞争，凭什么还要重比？就是啊，摔下马那是天意，既然设了赌局，就该愿赌服输。母后，这选妃的规矩是早定好的，满上京谁人不知？如今既然是玉嫣猎得了白狐，这太子妃就必须是她。皇上金口预言，岂能朝令夕改？儿臣心悦玉嫣已久，愿娶她为太子正妃。
妾身愿意生生世世侍奉在太子左右，生死相随，不离不弃。婉婉啊，你与燕儿自幼相识，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今日你意外受伤，没能拔得头券，本宫知道你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本宫最是清楚你对太子的那份情谊，真是天意弄人呐。不过，虽然你未能猎得白狐当上正妃，但本宫有意下旨，破例封你为太子侧妃，你意下如何？正妃和侧妃的名分有何要紧？不过是做戏给外人看罢了。只要你镇国公府的势力嫁入东宫，本宫向你保证，日后能稳坐在太子身边，母仪天下的一定是你沈婉婉。话大了。前世我就是信了你们母子俩的鬼话，才落得身败名裂、毒发身亡的下场。这东宫的火坑，谁爱跳谁。哼，沈婉婉，母后既然格外开恩允了你侧妃之位，你该感恩戴德才是。姑知道，在你们民间看来，侧妃说到底也就是个妾室，但是你可得想清楚了，你这是嫁入皇家，皇家的妾那也比普通人家的正妻要尊贵上千倍万倍。别不知好歹，姑能给你留个位置，已经是看在镇国公的面子上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厚爱，但臣女自幼受教于镇国公府，家训清白，宁做寒门正妻，绝不入高门为妾。这太子侧妃之位，臣女高攀不起，还请娘娘收回成命。沈婉婉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除了姑，这京城中还有谁敢娶你？殿下别说了，妹妹该生气了。她自幼金尊玉贵的养大，怎么会愿意做妾？要不我还是把正妃之位让给妹妹，我只要能陪着殿下，名分我都不在乎的。傻瓜，正妃之位是你应得的，何必要让？姑说过，会让你做东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封太子妃的旨意很快便会传到镇国公府，姑先带你去看看封妃时的官服，看你喜欢什么图案。前世你也是这般深情，转头却将我剥皮抽筋，这福气你沈玉颜就好好受着吧。请娘娘和长姐同出自镇国公府，沈家的女儿绝无可能同时嫁入东宫，还请娘娘见谅，不识抬举。婉婉，姑知道册封你为侧妃，你心中不忿，可是你该知足的。知足？殿下是想让我知什么足？玉颜为你说了许多好话，她说入主东宫后可以让你执掌中轨，她性子娇软，不像你这般的决断。前世就是用这套说辞，将我当成处理政务和后宅的免费苦力。姑会让她只有太子妃的位分，而东宫真正掌权之人是你。殿下莫不是在说笑，让我一套公府嫡女去给一个庶女做妾，还要替她管家算账？你是镇国公府的嫡女，从小被国公爷精心培养，将东宫交于你打理，姑很放心。是名分委屈你罢了。玉嫣是你的姐姐，你帮她不是理所应当吗？殿下的好意，臣女心领了。这侧妃之位，谁爱当谁当。你站住！姑还有一事，你若答应了，等你嫁入东宫，玉嫣说可以让你生下姑的子嗣。我并未打算嫁入东宫，殿下请自重。好了，姑知你还在气头上，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，太子妃入宫3日后，姑便会迎娶你。玉嫣是庶女，嫁妆不多，怕到时候入主东宫时被百官耻笑。你是嫡女，只要把你的嫁妆过在她的名下，让她风风光光抬进东宫，姑便让你顺顺利利的当上太子侧妃。殿下说什么？让我把嫡女的嫁妆过在沈玉嫣名下？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！贪图我镇国公府的百年底蕴，竟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我虽是庶女，可也是镇国公子妃，只是不想丢了国公府的脸面罢了。姑会让太子詹氏去国公府传口据，国公府必须善待太子妃，好好为她备嫁。恢复。妾是太子怜惜嫣儿出身低微，才提出要国公府为我好好备嫁。太子是让妹妹把嫁妆先给我，妹妹是侧妃，嫁妆多少旁人也不会在意。等进了东宫，嫁妆是我的还是他的，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你竟能说出这等没脸没皮的话！毕竟我虽是庶女，可也是父亲的女儿啊。难道父亲想让天下人耻笑，说我们镇国公府对嫡庶不公吗？罢了，你先下去，安心备嫁。你的嫁妆，国公府会按规矩给。婉婉，你当真要当太子侧妃？母亲放心，婉婉绝不会嫁给太子，连太子妃我都不屑，何况侧妃。我镇国公府不能卷入夺嫡之争，若要彻底摘出来，只有将你另许人家。趁宫中圣旨未下，赶紧将你嫁了。哼！至于沈玉颜想要嫁入东宫，便由得她去，到时候我们国公府自有说法。婉婉，3日后，姑会求圣旨封你为侧妃，只要你听话，到时候姑也会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。镇国公，你这是要打姑的脸吗？姑的太子妃堂堂东宫正妃，居然只有48台陪嫁，岂有此理！太子殿下恕罪，这48台嫁妆已是老夫尽了最大的心力。国公府富可敌国，
你竟敢拿这等寒酸之物糊弄姑！因为沈玉哥并非老夫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不是亲生的？老夫如今将她出嫁，为她准备48台嫁妆，自认已对得起她，对她不薄。一派胡言！郑国公，你为了推脱嫁妆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了吗？胡说！爹爹，你怎么能说我不是你的女儿？就因为我在选妃宴上射中了白狐，抢了婉婉的太子妃之位，所以父亲就偏心的连我这个女儿都不认了吗？让大家评评理，父亲和母亲就不怕别人嘲讽郑公府带嫡庶不公？郑国公夫妇可真狠心啊！就算沈玉烟是姨娘生的，也不必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此薄待。是啊，庶女虽然不如嫡女，可嫁出去做太子妃也是国公府的荣耀，怎么闹得如此难看？国公爷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此举到底是何居心？太子误会了，老夫是深感欣慰，将同旁之女养大，总算不负昔年战友的重托。在你出嫁之际，我总该让你祭拜你的养父，让你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世。国公爷，空口无凭，你以为姑会信你的这套说辞？太子殿下，末将可以作证，末将等均可作证。当年我们与国公爷一起在沙场浴血，都知道此事。只因当初太子妃年幼，不忍她已长大成人，即将出嫁，确实该认祖归宗了。你说什么同朋之女？你并非我的姑血，当年你母亲生下你后便跟人跑了，我看你可怜，又是同朋遗孤，才将你抱回府。虽然你不见爹姨娘所生有本领，虽然你父亲是个无名小卒，但他也是为国捐躯的烈士，难道不值得你叫一声父亲吗？我是贵国公府的小姐，我怎么可能是无名小卒的女儿？原来如此，郑国公有情有义，为了战友，竟将孤女当成千金小姐养了10几年。这沈玉烟真是白眼狼，不知感恩，还妄想霸占嫡女的嫁妆。殿下，如今老夫将她交到太子手上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太子的人了。祝殿下与太子妃百年好合。姑费尽心思，甚至不惜得罪婉婉，原以为娶的是郑国公府的助理，没想到竟娶了扯了个毫无背景的兵油子之女。外界总传郑国公府攀龙附凤，如今太子妃出嫁，身世大白，便与我郑国公府再无半点干系。祝太子妃与太子鸾凤和鸣，白头到老。原想着嫣儿虽是庶女，但好歹也是郑国公府的女儿，但如今郑国公府要跟我划清，绝对不行。嫣儿，你先上轿等候，我还有几句要事与国公夫人交代。可是殿下，今日是殿下。婉婉，你也早就知道此事，对不对？你为何不告诉姑？我知道，但长姐是庶女还是孤女，并不耽误殿下喜欢她呀。殿下在围场亲口说过，喜欢的是长姐娇软的性子，又不贪图她的身世背景。难道殿下之前的话都是骗人的？住口！国公爷，姑和母后已商议过，姑要娶婉婉为侧妃，因为我与婉婉青梅竹马，到时候定会以正妃之礼娶她入东宫，3日后便会有圣旨下到国公府。郑国公可要好好准备才是。你们放心，婉婉入了东宫，姑必不会辜负她，日后坐上东宫主位也未尝不可。太子慎言，婉王从未答应过要做你的侧妃。婉王，这是圣旨，难不成你要抗旨不成？我已有婚约，一女岂能二嫁？太子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何来的婚约？想以这个为借口不嫁入东宫？婉婉，你如今也学会撒谎了吗？你今天必须跟姑走，这太子侧妃，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殿下要强抢民女吗？姑是储君，姑看上的人，谁敢拦？太子殿下是想抢臣妻吗？若传出去，怕是对太子的贤王之名无爱。哈哈哈！还望国公爷见谅，晚辈刚去深山猎了一双大雁，一看及时相至，怕误了下聘的吉时，未来得及梳洗，便先赶了过来。萧灵州，你不是刚办事回朝？太子也知今日是吉日，所以臣今日和婉婉下聘交换庚帖婚书也是定在今日，真是凑巧得很。你何时认识婉婉？为何突然求娶？郑国公与你是不是故意商量？殿下，谁人不知沈大小姐是京中明珠？我母亲相中这个儿媳妇很久了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未来的岳母大人，答应将婉婉下嫁。太子殿下也知婉婉好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只是你错过了她，总不能不让臣娶吧？我们两家定亲的新舞都已换了，亲事也定了，今日不过是走个过场，1个月后便是我与婉婉的婚期。原来
你是为了他而不愿意嫁我。沈婉婉，你早已与他有了私情，可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还是因为你不能做正妃，便与姑图契？太子殿下，臣与沈小姐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何来的私情？难不成她不嫁太子，便要被毁了名声吗？殿下，吉时快到了，要赶紧迎了太子妃回东宫了。再晚，怕是皇上和皇后娘娘便会派人来问了。走，回宫。还磨蹭什么？还不快上轿！我处心积虑为太子筹谋，没想到最后他竟娶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宫女。我当初就说庶女不许参选，偏偏太子死活坚持要让沈玉宁参选，结果没想到居然还真让他中选了。本来选一个高门贵女为太子妃了，太子在朝堂上也多一个助理，如今可好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白白让沈玉宁得了这便宜。本想退而求其次，让沈婉婉做侧妃之位，没想到郑国公府居然短短时间就为她选好了夫婿，1个月后便成亲，这是防着我让她嫁入东宫呢。好一个郑国公府，敢和本宫作对！娘娘息怒，那日群发现太子妃射中了白狐，其实还有一人也险些射中了，只不过后来让白狐跑了，只猎了一只兔子。是谁？是平西将军家的嫡女顾如生。平西将军可是手持重兵啊，娘娘不如选她为侧妃，岂不更好？好主意！殿下呢？殿下怎么还没来？太子有急事要与幕僚商议，让太子妃先歇了，不必再等他了。大婚之夜，他竟让我独守空房。沈婉婉，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沦落至此？我发誓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燕儿，别哭了，昨日是姑不好。殿下昨夜为何不来？您可知宫里都在传，说殿下对这门婚事极其不满，说我是个笑话。江南突然爆发了疫病，灾情紧急，姑身为太子，必须要与幕僚连夜商量对策，这才误了。嫣儿，你是姑的妻子，当永远站在姑身后支持姑，以大局为重，这样才是正妃该有的气度，懂吗？太子妃来得正好，如今你是东升主位，也该操心一下为太子选侧妃一事了。本宫已吩咐了下去，7日后在宫中举办簪花宴，邀请名门贵女入宫赏玩。此事由你操办，你务必为太子选得他心悦之人，这是你作为正妃的责任。到时候你们也一起进宫来玩，御花园的花都开了，正是漂亮的时候。是，皇后娘娘。玉儿遵命。可是臣妾才入东宫1日啊！母后，按以往的规矩，太子妃入东宫3个月内是不许纳妾的呀。太子妃娘娘，那是对别的太子妃而言。按各朝的规矩，哪个太子妃不是高门贵女出身，必须得是嫡女的身份。如今你一个庶女，哦，不对，你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民间女子做了太子妃，难不成还妄想着能独宠东宫不成？你难道不知道太子的长子必须出自高门贵女的肚子吗？殿下，柳玉儿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，您的长子一定要由高门嫡女所生。生不生下长子这个不重要，你只需知道姑心里是有你的便足矣。况且女人一旦生了孩子，身材便会变形，就不漂亮了。你是最要漂亮的，这生孩子受苦的事啊，让别人生气。反正是姑的孩子，生下来也一样要叫你一声母亲啊。好一个虚情假意！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为了保住地位不择手段。妹妹是正宫嫡女，那又如何？见了本宫，一样要行跪拜之礼。沈家用嫁妆羞辱我，可我如今是堂堂太子妃，你只能乖乖跪伏在我的脚下。妹妹向来眼光好，不如由你帮本宫去花园里摘几朵最娇艳的花来，为本宫簪花吧。是，太子妃娘娘。
臣女这就去摘。只是希望太子妃娘娘这朵花能戴得稳，戴得长久些。听说太子殿下前几日放话了，东宫的长子必须是高门嫡女所生。咱们这位太子妃娘娘啊，真是白担了这个虚名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只要咱们姐妹谁做了侧妃，生下嫡长子，什么正妃做不得。就是，到时候最后登上后位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一个同旁遗孤，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。贱人，一群趋炎附势的贱人！若不是郑国公府那老不死的不认我，你们怎敢如此折辱我？殿下，你便这样看着他们轻于嫣儿吗？嫣儿，怎么哭了？谁给你委屈受？殿下说过，你心中只喜欢嫣儿一人，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你都只爱我。可是如今，我不过才嫁进东宫即什么都变了。难道出身便如此重要？中过殿下对嫣儿的疼爱了吗？嫣儿，我说过，你不管是什么位分，你在我心中是旁人比不得的。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。我是东宫储君，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一定会体谅我的，是不是？等我大权在握，嫣儿，你一定是我的皇后，旁人取代不得。嫣儿信殿下。好一个身不由己，大权在握！太子啊太子，你这副虚伪的嘴脸，还真是前世今生都未曾变过。婉婉，你也来了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殿下挡着臣女的路了。若你回心转意，我让母后封你为侧妃可好？殿下，我只是陪母亲进宫，簪花宴我只是凑个热闹而已，还要恭喜殿下抱得美人归呢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们的婚事可以水到渠成，为何你会成了别人的妻子？难道你和那些爱慕权势的女子一般俗气？因为名分，所以你生气，宁可嫁给别人，也不愿为妾。太子选妃，选中了便是天意。可是殿下，那白虎真的是沈玉莲猎得的吗？我那位曾经的长姐什么时候剑术这么好了？殿下也不怀疑吗？殿下可是为了爱盲了眼睛啊！白虎，那只刻着沈字的剑，来人，去给我插！插围场那天跟在沈玉烟身边的所有人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小的一时鬼迷心窍，求殿下开恩！100两银子就会让你做这抄家灭族的事，还不说实话？小的招。小的原在镇国公府做过侍卫，因为喝酒误了差事被赶了出来，在府里便与小姐与沈玉烟认识。小的爱慕她许久，只要我入林跟在她身后，替她射杀那只白狐，她就会想法子将我调到东宫，到时候便可日日相见。好一个两情相悦，好一个欺君之罪！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臣妾没有骗你，是这侍卫胡说八道，我与他毫无干系。姑什么都还没问，你便说与他无关，你怎么知道姑要问你与他的干系？沈玉烟，没想到那本该是婉婉猎中的白狐，却被你用诡计抢了先。是你害我不能封婉婉为太子及正妻，是你害得我如今如此被动，在朝中失去镇国公府的护持。你这个贱人，害得我好苦。殿下，我只是想与殿下长相厮守啊！你不是说过，你心中太子妃的人选一直不都是我吗？我只是为了能做太子妃，与太子永远在一起才用的手段。他无伤大雅，也没有害人啊，殿下。无伤大雅？你知不知道如今我在朝中有多艰难？皆是因为你。我以为你单纯可怜，没想到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你居然连选太子妃都敢用尽手段！来人，将太子妃拖下去，禁足内院。没有姑的命令，不得踏出房门半步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！没有镇国公府，只有平西将军那点兵权，比起镇国公和萧林州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我该如何保住这储君之位？我的天老爷，镇国公嫁女，血西将军娶妻，这可是大晋朝头一份的排场，可不是吗？听说皇上都亲自下了赏赐，赐了无数奇珍异宝，以示恩宠呐。上一世的今日，我穿着这身嫁衣，走进的是吃人的东宫。这一世，我终于选对了路。婉婉，今日起，你便是骠骑将军府的女主人了。外头都传我手握重兵，你出身将门，这结亲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权势交易。
难道不是吗？是，但也不是。我萧灵州娶你，绝不仅是因为镇国公府。这朝堂风波不断，人心叵测，我愿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有我在，你只管放心，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去做，所有风雨我替你挡。谢谢，萧灵川。镇国公，萧灵州，你们这是在向姑示威吗？殿下，宫里传出旨意，皇上封了骠骑将军夫人为二品诰命。大婚第2日便封2品诰命，父皇这是在打姑的脸！老3老5他们虎视眈眈，各有权臣支持，姑如今失去了武将之首的倚仗，若再不拉拢朝臣，这太子之位还如何坐得稳？不行，姑不能坐以待毙，哪怕是不择手段，姑也要把这天下握在手中。侧妃娘娘如今代为执掌中部，这东宫上下谁不为娘娘马首是瞻？那禁足的太子妃，怕是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也配跟本宫争？本宫可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。不过，那个平西将军府的顾如生，仗着肚子争气，居然有了身孕。若让他生下庶长子，本宫的脸往哪儿搁？娘放心，老奴已经在顾侧妃每日的安胎药里加了足足的避子猛药。做得干净点儿，这东宫的第一个孩子必须是从本宫肚子里爬的。吃药怎么今日闻着格外苦涩？倒像是有股血腥气。娘娘该喝安胎药了。太医院的李太医说，给娘娘加了几味固本培元的药材，对腹中胎儿极好。你去库房挑几件好兵器，等父亲下次进宫，让他带给兄长练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我的肚子好痛，好痛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快传太医！微臣无能，侧妃娘娘服下了极大剂量的避子药，这子嗣没保住啊！避子药，我这院子里的吃穿用户全都是柳玉儿亲自安排的。柳玉儿，你敢杀我的孩子！将军府的陪嫁侍卫何在？属下在。随我踏平柳如玉的院子，今日我要她血债血偿。顾如生，你疯了！你敢在东宫动用私刑女？我可是皇后的亲侄女，你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柳家绝不会放过你！那又如何？你我同是平起平坐的侧妃，你以为我会怕你们柳家吗？你用避子药害死我的孩子，那你就休想再有自己的孩子。那是红话，你不能！不要！救命啊！喝下去，给我全部喝下去！如神，爹的如神啊！让太子出来见我！顾将军，你带兵擅闯东宫，可知是死罪？罪！老臣为国朝戍边10数载，如今我女儿嫁入东宫，怀的可是陛下的龙孙。太子的长子竟被一个毒妇下药害的小产，太子殿下今日若不给老臣一个明白的交代，老臣便亲自去敲登文姑，请皇上评评这个理。此事若闹到御前，父皇定会对我之家不是大发雷霆。失去镇国公府兵权后，我绝不能再背上谋害皇嗣的罪名。顾将军息怒，姑也是受害者，都是这毒妇仗着自己是母后的内侄女，在后院骄纵跋扈，极度成圣，是他趁姑不备，背地里给如熙下了避子药。姑对此毫不知情啊！殿下，你说什么？那避子药明明是你默许的。你说过最防备武将外戚做大，不想让顾如深生下长子，如今你竟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！贱妇闭嘴！还敢死到临头污蔑姑，姑岂会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？你这毒妇简直死有余辜！既然太子殿下说此事与你无关，那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来人，把这毒妇拖出来，当场正法，以为我那未出世的外孙再贴之灵。皇后娘娘奉驾到，刀下留人！母，救命啊！顾廷，你带兵强闯东宫，对当朝侧妃动用私刑，难道是想造反不成？娘娘说老臣造反，老臣的女儿怀着陛下的皇嗣，
被这毒妇灌下避子药，害得惨烈小产。太子殿下护不住妻儿，难道还要老臣忍气吞声不成？放肆！玉儿是本宫亲旨的侧妃，更是本宫的亲侄女。就算她千错万错，自有宗人府定夺，轮不到你一个外臣在此喊打喊杀。你拿刀指着东宫内宅，这就是你顾家世代中的规矩。信不信本宫即刻下懿旨，治你个犯上作乱之罪？一个皇家规矩，好一个薄情寡义的储君，这等遇事甩锅的废物，真值得我顾家去卖命效忠。既然娘娘要保着毒妇，老臣这条命自然拼不过皇权，但老臣的女儿绝不再伺候。顾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带我女儿回家。从今往后，顾家与东宫恩断义绝。太子殿下，这储君的大业，您另请高明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镇国公府的兵权早没指望了，如今连最后能仰仗的顾家也彻底得罪死了。没用的废物！本宫费尽心机给你拉拢的顾家，就这么被你折腾没了。你拿什么去稳固这储君之位？殿下，娘娘，800里加急！江南连降暴雨，数州大水决堤，灾情紧急。江南水患，朝廷为了安抚灾民，必定要调拨巨额银子前去赈灾。若是这笔巨额财富能握在我手里，不仅能填亏空，还能拉拢群臣。母后别慌，顾家走了便走了，姑知道该去哪里弄银子了。江南数州决堤，灾情10万火急，真要你们拿出个章程，怎么一个个都成了哑巴？父皇，江南水患，百姓流离，儿臣痛心地首。儿臣身为储君，使百姓供奉，理当为国分忧。儿臣愿亲自督办江南赈灾事务，押送赈灾银两南下，不退洪灾，誓不回京。哪里是去赈灾，分明是去吸百姓的血，以填补东宫深不见底的窟窿。可他是储君，主动请缨，此事谁敢出矛头反驳？好，不愧是朕的太子。传旨，命太子全权督办江南赈灾，户部即刻拨发200万两白银。儿臣领旨谢谢。太子这一去，江南怕是要雪上加霜。那200万两白银能有20%落到灾民手里，都算他良心发现。婉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父亲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能让这畜生再拿100万生灵的命去垫他的青云，绝不！婉婉，出什么事了？萧灵州，太子绝不是去赈灾的，他是想将赈灾银两收进自己的囊中。你若不信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机密：运河沿岸，从漕运总督到江州知府，再到两江转运使，这些关键官职早就被太子暗中渗透，他们早就串通一气，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吞金网。这批赈灾银，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，全数私吞。沙土掺煤米，虚报运损，再伙同当地富商以极低价格强买灾民剩损的田地。那200万两白银到了江南，就会被他们以平抑粮价为名洗劫一空，最后将灾民碗里的米饭换成泥浆糊。若真按他们这般操作，江南100万百姓岂不是要沦为恶妖？这笔沾满百姓血肉的赃款，最后都会流进东宫。这笔钱若是让他安然吞下，以后这朝堂便再无我镇国公府的立足之地。你放心，我绝不容他得逞。臣骠骑将军萧灵州有本要奏。皇上，江南水患不仅灾情汹涌，沿途流民激增，更有水匪流寇趁乱劫掠。臣自请率领京亲卫作为监察副使，同往江南，一为护卫殿下与赈灾银两周旋，二为巡视江南军防，镇压宵小。萧将军刚逢大婚，且军务繁忙，这等风餐露宿的苦差事，孤怎好劳烦将军？监察副使，这分明是在孤脖子上架了一把刀。太子此言差矣，有手握重兵的萧将军护送，那200万两才算万无一失。难不成太子殿下还有别的顾虑？镇国公言之有理，萧灵州骁勇善战，有他随行，朕也放心。准奏。谢主隆恩。萧灵州，镇国公好得很，他们这是要生生从姑嘴里把肉抠出来。殿下息怒，息怒，姑要他死。传姑的死士营统领，既然萧灵州非要去江南，姑就让他永远留在南下路上。堂堂骠骑将军意外殉职，也算死得其所。刺杀朝廷命官，谋害骠骑将军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沈婉婉，你这贱人凭什么享受万丈荣光？如果萧灵州死了，你就会沦为人人唾骂的寡妇，太解气了。这可是太子最致命的死穴，只要我握住这个把柄，太子不仅不敢动我，还得恭恭敬敬把我从冷院接出来，恢复我正妃的所有尊荣。
什么人敢擅闯书房？给我拖出去砍了！殿下，是臣妾啊。殿下好大的火气，只是不知道，若臣妾此刻死在东宫，那封发往江南沿途暗杀萧将军的密令，会不会在明日一早就传到皇上和镇国公的耳朵里？这竟然偷听了姑的绝密，若走漏半点风声，姑自将死葬身之地。此女留她不得。滚出去！玉颜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殿下，你真以为姑将你禁足冷院是因为厌弃了你吗？你失去了镇国公府的庇护，皇后和那2个侧妃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。姑若不装作对你不管不顾，你以为你能活到今日？殿下，原来您都是为了臣妾。姑要筹谋江南的大事，更要拔出萧林州那个眼中钉，都是为了来日大权在握。如今你既然全知道了，那便是姑最信任的人。殿下，那臣妾要搬回正院，那些苛待臣妾的狗奴才，臣妾要扒了他们的皮。都依你，明日姑就命太医院给你开最好的补药，务必把你调养的重焕光彩。多谢殿下。殿下，此药名为枯梦，无色无味，只需每日掺入补汤之中，连服半月，服用者便会产生幻觉、神志癫狂，最终气血枯竭而暴毙，绝不会留下任何中毒痕迹。只是这药药性极寒，一旦服下，终生再无子嗣之望。子嗣，他也配生姑的孩子？去办吧，做得干净点，别让他察觉半点端倪。敢拿把柄要挟姑，那姑就让你在这场美梦里烂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娘娘，殿下特意嘱咐太医院为您熬制的补血安神汤好了。殿下说了，这可是用千年血参熬的，极其珍贵。沈婉婉，等萧林州一死，我看你痛不欲生时，还拿什么跟我斗？我依然是这东宫最尊贵的女主人。殿下赏的极品补药怎么会吃成这样？娘娘，太医院那边姚司只说是您虚不受补，需要长久调理。奴婢实在不放心，偷偷将熬药剩下的药渣包起了，这就溜出府去外头找个大夫瞧瞧。大夫，您快给长长眼，这分明是百年雪参熬的补血汤，怎么我家主子喝了反倒日渐枯瘦，夜夜惊梦，连头发都掉个不停？这不是沈玉烟身边那个陪嫁丫鬟吗？她怎会来此处？这药渣散发的浓烈味道，难道是……姑娘，你莫不是在拿老夫寻开心？这哪里是什么百年雪参，这分明是催命的毒药。你说什么？此药名为枯梦，来自西域，乃极寒极毒之物，连服半月，服用者便会产生恐怖幻觉，形如疯癫暴毙。最歹毒的是，只要喝下3服，女子此生便彻底绝了子嗣。你家主子这是得罪了什么活阎王，要遭此等毒手？看来太子对沈玉烟下手了。绝嗣，疯癫暴毙。沈玉烟，前世你用毒药断我生机，今生好好尝尝你那好夫君为你亲手熬制的参情汤吧。娘娘不好了，那根本不是补药，是绝子绝嗣的毒药啊！骗我，太子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想灭我的口去杀萧林州？做梦！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，那大家就一起下地狱吧！死士营都布置妥当了。回殿下，120名顶尖死士已全数潜入黑风谷，此处是通往江南必经之路，两侧皆是绝壁，只等萧林竹车队一入，落石封路，强弩齐发，管他是不是战神，也得被射成马窝。很好，萧林州这个莽夫抢了姑的沈婉婉，还敢在朝堂横插一脚，阻断姑的财路，简直找死！骠骑将军萧林州赴江南途中不幸遇难，姑痛失肱骨，当辍朝3日以示哀悼。只要萧林州一死，镇国公府断臂，沈婉婉只能跪地求饶，江南那笔庞大的赈灾银也将全数落入姑的私囊。将军，再往前行10里便是黑风谷了。太子绝不容你碰江南的赈灾银，黑风谷地势险要，他一定会动用死士营设伏，伪装成山体滑坡。你且将计就计，让他好好做一场美梦。传令下去，保持阵型，按元素前行。10丈、5丈、3尺，彻底进入落石攻击范围了。中了，绝无生还可能。
放响箭！杀！一个不留！什么？完了，被他们包抄了！哼，搜身，卸掉所有暗器，把他们的舌头给本将看好了。将军，接下来作何安排？太子殿下送了这么大厚礼，本将怎能不还他一个惊喜？扯算几件带血的衣布，立刻800里加急送回京城，就说本将遇伏，重伤垂危，生死不明。报！800里加急，江南急报！什么？骠骑将军在黑风谷遇伏，连中数箭，跌落悬崖，生死不明。死了！萧林州那个敢抢孤女人的绊脚石，终于被杀死了。父皇，萧将军乃国之栋梁，竟遭此等毒手，儿臣痛心疾首，恳请父皇下旨严查，定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江南水患未平，钦差副使生死未卜，那15万镇北军的兵权又该如何调动？父皇息怒，国不可一日无将。镇北军群龙无首，更易生变。儿臣愿替父皇分忧，暂代萧将军之职。儿臣手下中郎将赵括骁勇善战，可即刻持兵符，接管军务，稳固大局。昨夜婉婉刚送来密信，黑风谷局势早就在林州掌控中，老夫就看你如何作死。老东西肯定是吓破胆了。萧林州一死，镇国公府这个大叔就倒了一半，孤的储君之位便稳如泰山了。好，太子既然有此等担当，朕心甚慰。黑风谷800里加急捷报！可是骠骑将军遭遇悍匪，不幸遇难。父皇，萧将军乃国之栋梁，儿臣痛心啊！启禀皇上，骠骑将军在黑风谷遭遇100余名悍匪伏击，将军沈勇早已布下口袋将贼人全歼，并生擒5名活口，连夜审讯。没死？怎么会没死？那些可都是孤精心培养的精锐死士。快将战报与供职呈上来！好大的胆子！天子脚下，朗朗乾坤，竟有人私养死士，妄图劫杀钦差。看看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山匪，志士强弩，训练有素，甚至牵扯出京郊10里坡的一处秘密据点。谁给他们的雄心豹子胆？父皇息怒，此等逆贼简直胆大包天。儿臣恳请下旨，教谕大理寺与刑部严查到底，九族连遮，绝不姑息。传朕旨意，命3法司会审，立刻查封10里坡据点，一定要把幕后主使给朕揪出来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上百名精锐死神，连个萧林州都杀不掉，还被人反将一军。10里坡的地点一旦被查，虽然孤能抢先销毁账仓，但父皇必然起疑，这火迟早要烧到孤的头上。殿下息怒，为今之计，必须立刻制造出一桩更大的案子，彻底转移皇上的视线。更大的案子？萧林州、镇国公、神丸署，你们既然敢毁孤的根基，让孤沦为笑柄，孤就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去，把御史台的刘大人给孤秘密叫来。殿下的意思是，镇国公不是清高吗？不是手握重兵吗？孤倒要看看，若是镇国公府被搜出意图谋反的铁证，他们还能不能这般得意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那批违禁兵器，孤已派人运到了镇国公府京郊的寒梅别院。殿下，这可是谋逆的大罪。今夜你便安排人将东西藏进后山库房，明日早朝，孤要你拼死弹劾镇国公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。办成了，孤保你加官进爵，微臣万死不辞。私藏兵甲，意图谋反，太子殿下还真是黔驴技穷了，连这等下作手段都用得出来。夫人，东宫的人已经拉着红旗大箱，趁夜色往寒梅别院去了，咱们可要在半路拦截。拦？为何要拦？他费尽心机送礼，咱们自然要照单全收。幸亏我早就在东宫埋了眼线，否则还真未必能这么快洞悉他的小洞。不过查违禁之物，普通兵器怎么够分量？传令下去，等东宫的人放下箱子离开，立刻把兵器全部调包，换上我让你们提前备好的好东西。五爪金龙纹紫檀底座，东珠酒器，这些可全是东宫独有的御制之物啊！借力打力，方能釜底抽薪。去办吧。是。臣死谏弹劾镇国人私贩金刚，在寒梅别院囤积大量兵甲，意图谋反。刘大人，镇国公乃国之柱主，你可有真凭实据，不可胡言乱语。臣愿以9族性命担保，兵器足够装备3000军。若搜不出兵甲，臣甘愿凌迟，请皇上明察。好一个镇国公！大理寺卿何在？臣在。
朕命你即刻率禁军围查寒梅别院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奉旨搜查违禁逆物，拉开大门，给我搜，给我搜！后退半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有3000四军的兵器吗？怎么全是皇家的东西？这怎么是东宫之物？全部封箱，即刻运回金銮殿，呈交圣上，违令者斩。沈婉婉，今日孤叫你镇国公府彻底覆灭，查得如何？镇国公可有谋反之实？回皇上，臣搜遍寒梅协院，未见片甲半刃，反倒搜出了这些御制之物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好得很，没搜上兵甲，倒搜出了东宫的僭越之物。不好，中计了！父皇，老臣一生戎马，竟被小人诬陷谋反。这箱中之物，分明是有人刻意栽赃，意图离间君臣，求皇上彻查。太子，你觉得呢？定是刘御史收受贿赂，诬陷国公，还伪造印记栽赃东宫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将这乱臣贼子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殿下，明明是您让微臣闭嘴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。既然是你的人，那就由你亲自监斩。不，太子殿下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完了，四世营折损大半，心腹被斩，江南那边的官员还在催要封口费。姑拿什么去填这笔深不见底的亏空？姑没心情见你，滚出去！殿下息怒，妾身是来替殿下解燃眉之急的。这么多银子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父亲和几位叔伯暗中在京郊一带替殿下筹措的孝敬。京郊，京城重地。柳家哪来的手段敛出这笔巨款？不过是圈了几处庄子，强征了些不知死活的贱民田地罢了。打死几个带头闹事的，地契自然就到了柳家手里，转手倒卖给富商，这银子不就源源不断了？草菅人命，强占民田，这若是被查出来，可是掉脑袋的大罪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有了这笔巨款，把江南的窟窿彻底堵上，东宫的死局就能迎刃而解。好一个柳家！玉儿，你父亲这是立了天大的奇功。那殿下如今可还要赶妾身滚出去？姑怎么舍得？从今日起，这东宫后院便由你全权做主，谁若敢忤逆你半句，姑活管了他。快走！柳家的恶狗追来了，哪怕死，也要把血书送到京城。别让他们跑了！老爷有令，带着血书进京的，一个不留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杀无赦，不留活口。青天大老爷，求您救救我们村吧！柳家强征田地，不肯卖地的几百口人，全被他们活活烧死在村里了呀！此事足以掀翻半个朝堂，必须连夜送往将军府。100余条人命，上千顷良田，就换了那么几口黑箱子里的赃银。太子为了那把龙椅，连人性都不要了，也无法无天！老夫戎马一生，保家卫国，保的竟是这等吃人的畜生！婉婉，老夫明日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将这血书面呈圣上，参纳柳家和太子一本。父亲息怒，您若此时出面，变成了太子的眼中。柳家势大，太子又极善狡辩，只要他们咬死是刁民诬告，再随便找个底下的官员做替罪羊，这万民请愿书非但扳不倒他们，还会给咱们镇国公府惹来一身麻烦，甚至被说成暗中勾结，谋取私利。难道就任由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白白牺牲？当然不。太子和柳家不是仗着皇权为所欲为，那我们就找一把最锋利的刀，亲手刺进他们的心脏。你的意思是，平西将军府的顾侧妃刚刚被柳玉儿灌了红花绝育，
顾将军正愁找不到机会报仇，两家如今已是不死不休的死仇。这万民请愿书是能诛九族的铁证，若从我郑国公府递出去，吃力不讨好；但是若从急于复仇的顾家手里递出去，便是给了他们攻击太子的机会，帮他们报仇，也帮我们自己永绝后患，一箭双雕。把这些好东西亲自送去顾将军的手里。将军，咱们派去京郊查探的暗探回来了，一无所获。柳家把尾巴扫得太干净，那些被圈地的庄子周围，连个活人的影子都找不着。废物！就算直你3尺，也要给我找出柳家草菅人命的铁证！太子欺人太甚，竟敢如此欺辱顾家！我要柳家满门给我女儿的半条命陪葬！喂，有刺客！这是柳家强征田地、草菅人命的罪证。柳家，你们居然敢在京城天子脚下干出这等丧心病狂的勾当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将军，这信来路不明，恐有诈。我管他是谁送来的，只要能让柳家血债血偿，就算是阎王递的刀，老子也照接不误。现在只要顺藤摸瓜，柳家必然万劫不复。传令下去，立刻点齐50精锐死士，连夜顺着这个地址去提人。另外，把府里所有言官门生今夜全部给我叫到书房来。这一次，我要柳家连跪在朝堂上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小姐，顾家动了，顾将军已连夜调集死士去寻找活口，顾府幕僚也已正准备上奏折弹劾柳家。看来这把火要烧死柳家了。太子以为靠着柳家敛来的赃款就能稳坐东宫，我倒要看看他来能不能端住那副储君的坐宝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场。众爱卿，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臣刺杀太子侧妃之父户部侍郎柳文崇，强占京郊民田千村，草菅100余口人命，其罪罄竹难书，天理难容，请陛下严查。血口喷人！顾家不过是因东谷内宅妇人争风吃醋的琐事，便在朝堂之上公报私仇，构陷朝廷命官。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构陷！陛下，臣有京郊被焚毁村落的142名冤魂血书在此，更连夜带回了2名被柳家死士一路追杀至京城的幸存老奴。柳家强占良田迁徙，逼死人命，为掩盖罪行，更是丧心变狂的放火屠村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这难道也是臣构建出来的吗？混账！好一个户部侍郎，好一个国之栋梁，在朕的天子脚下干出这等泯灭人性的勾当！柳文崇，你还有几个脑袋够砍？殿下明鉴啊！臣对殿下忠心耿耿，你要听老臣说句话呀！柳家拿来的那笔带血的巨款，昨天才刚填进江南探墨的亏空里，若被查抄，顺藤摸瓜查出钱去向，我这太子之位就全完了。不行，混账东西！孤竟不知你私下里如此丧心病狂。孤原以为你是个清正廉明的国戚，这才对柳侧妃多加辅照，没想到你竟打着孤的旗号在外强取豪夺，草菅人命！你这等鱼肉百姓的畜生，简直死不足惜！父皇，儿臣识人不明，被这奸贼蒙蔽，此等滔天罪行，若不严查，不足以平民愤。儿臣恳请父皇立刻处夺柳文崇官职，将其打入死牢，满门抄斩。已经好得很。来人，剥去柳文崇顶戴花翎，打入大理寺死牢，交由3司会审。刘府上下即刻查抄。太子，你好狠的心！你以为把我推出去就能把自己摘干净吗？皇上，臣冤枉！臣强占民田敛财，全是被逼的。那100万两带血的白银，臣1分都没留，存数送入了东宫的私库啊！完了，柳家倒了，大理寺的搜查令随时会下。一旦查出那100万两银子确实进了东宫私库，顾这太子就彻底当到头了。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唯一的活路就是死无对证。你去给刘玉儿赐酒，就说她思乡受娘家赃款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畏罪自尽了。只要账目全推到她一个死人头上，孤就能脱身。侧妃娘娘，殿下有令，柳家草菅人命，皇上震怒。殿下说，只要您认下私吞赃款的罪名，畏罪自尽，便能保全东宫。娘娘，请您安心上路。上路，上路！当初我被顾家灌下红花绝育，他冷眼旁观。如今柳家倒台，这个我满心期盼的夫君，竟拿我的命去顶罪，什么海誓山盟，全都是吸血的鬼话。娘娘，别让奴才难做。您若是敬酒不吃，奴才们只好粗暴些了。
真晦气！拖去后院的柴房停尸，等天一亮拉出去扔乱葬岗。我没死，我从鬼门关爬回来了。赵烨，你想让我死无对证？东宫守卫森严，我逃不掉。既然你要我的命，那大家就同归于尽。借着巡防与灵位交接的这半炷香空档，必须拿到他的把柄。你想让我死无罪证，我偏要拉你一起下地狱。这些都是太子与江南涉案官员勾结贪墨的往来密信，只要能把这东西送出去，太子必死无疑。那杯毒酒的药力又发作了，快看不清路了，必须在彻底失去意识前找到藏身之处。谁？别打我！我只是想找口吃的。这是沈玉嫣，那个在簪花宴上趾高气扬的太子妃。刘玉儿，你不是被刺死了吗？那是太子的私意。如果我能把这东西抢下来交给太子，太子一定会看到我的忠心，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，重新做回高高在上的太子妃。把信给我，我要把它交给太子，把它给我。给我，把那东西给我！贱人，你敢抢我的东西！放手！你这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野种！放手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重回东宫太子妃的筹码！我拿到了，殿下，我立功了！玉儿偷了你的密信，我帮您抓住这个贱人！什么人在冷院放肆？殿下，殿下救我！殿下，刘玉儿没死，她还偷了您的密函，是妾身拼死为您抢回来的，妾身对您是忠心的啊，殿下。殿下，您看啊，妾身为殿下立了大功。殿下，奸夫！把地上的东西给姑收拾干净，哪怕是一张纸屑，谁敢多看一眼，剜取双目！是。把这个贱妇给姑拖进水牢，严加审问，给姑用最狠的刑具，必须问出她到底看了多少。殿下，妾身什么都没看清，妾身没有告诉任何人啊，殿下。说，你到底看清了几个名字？那半截禁止，你到底藏在哪儿了？殿下，这贱妇10根手指都快废了，骨头缝里都浇了辣椒水，还是什么都没吐出来，怕是已经废了。既然成了一滩烂泥，就别留着碍眼，让人把这里冲洗干净，别让姑闻到这股作呕的臭味。别走！我头上的最后一根凤钗是你的了。你若想要更多赏钱，去后院冷宫那口枯井，请言砖缝里有我藏的东西。把那东西送到校骑将军府，交给沈婉婉，她见了自会重重赏你。告诉她，我沈玉嫣这辈子输得彻彻底底，但我要她把那个负心薄幸的畜生揍下18层地狱。夫人，角门外来了一个东宫倒夜香的婆子，非要呈上此物，是东宫冷院一个临死的妃子，让她从枯井砖缝里挖出来的，叮嘱务必送到您手上。东宫冷院，难道是沈玉嫣？
这似乎是个地名。是寒山别院。寒山别院背靠孤山，三面临水，只有一条狭长山道可入，果真是藏污纳兽的绝佳地点啊！前世太子大兴土木修缮寒山别院，却从不带后妃秘书，反而重兵把守。江南纳贡的车队也总是神秘绕道京郊。太子生性多疑，他怎敢把那些足以诛九族的贪腐账本和巨额现银藏在寝殿？这封信写的其实就是江南赃款最终交割存放的地点。太子的底牌已经彻底暴露，是时候开收网了。驾！骠骑将军萧灵州回京复命。臣敬不辱命，查实江南罪行一案，特将范氏要员抓送回京。皇上饶命！罪臣招了，是我们克扣了赈灾领款，通过京郊暗道向东宫输送了成箱的金银啊！鲁玉儿已死，沈玉燕还在水牢，那些密信绝不可能流出，寒山别院不可能被查到。放肆！孤乃东宫储君，岂容尔等蝼蚁随意攀咬？定是有人在江南对你们用了酷刑，屈打成招，故意设局诬陷孤。萧将军，你费尽心机找来几个贪官，就想凭他们几张嘴扳倒当朝太子，简直荒谬！父皇若无铁证，单凭几人信口雌黄，儿臣绝不认罪。殿下敢做不敢当，那些送往京郊的庞大车队，难道是凭空蒸发的？既然将军说孤私吞了数百万两赈灾银，那赃款呢？账本呢？只要你能当庭拿出任何一件物证，孤立刻摘下这顶远右冠，认罪伏法。来人，将这几名要犯暂押大理寺天牢，严加看管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萧灵州，跟孤斗你还嫩了点，孤永远都会是高高在上的储君，而你注定只能做个咬不到人的疯狗。江南的尾巴被他扫得太干净，账本和银两不知去向。如今急需能够扳倒太子的关键物证，太子死不认账，倒打一耙，说我们屈打成招。夫君莫急，物证就在这里。寒山别院，太子所有的贪墨账本、强占来的巨额现银，甚至整个东宫最见不得光的死士营，全部藏在这里。寒山别院，好一个灯下黑！此处三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确实是藏东西的绝佳之地。婉婉，此等隐秘你是如何得知的？父亲，太子自以为行事周密，却忘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如今没时间追究这么多了，江南一案的铁证必定就藏在里。他今日在朝堂上气焰嚣张，定然以为大局在握，绝不会料到我们在今夜就端了他的老巢。我们绝不能给他转移赃物的机会。岳父大人，借您国公府的暗卫一用。老夫这就去调集300精锐，今夜势必将这寒山别院掀个底朝天。挡我者死！铁证如山，全部封存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！殿下，寒山别院完了！萧灵州率军突袭，全军覆没，账本、赃银全落入他们手里了。孤筹谋了整整3年，那笔银子是孤翻身的最后底牌，现在全完了，全完了！是你们逼我的，既然你们要断孤的路，那就大家一起死！萧灵州和那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今夜倾巢而出去了寒山别院，如今的骠骑将军府就是个空壳，就剩沈婉婉一个女人独守空宅，这是老天爷给孤的机会！哈哈哈哈！你们即刻出动，不惜一切代价给孤踏平将军府，所有阻挡者格杀勿论。但沈婉婉必须给孤活着带回来！只要沈婉婉在孤手里，萧凌轩就算拿到了天大的铁证，也得乖乖咽下去。他敢动孤一根指头，孤就让沈婉婉10倍奉还。属下遵命。
看来太子真是穷途末路了，连最后几条看家护院的狗都舍得放出来了。沈小姐好气魄，偌大的将军府，靠着20来个人撑场面，倒也算唱了一出好空城戏。只可惜你那不可一世的夫君和父亲，今夜全都不在府中，没了他们，你这空架子唬得住谁？沈小姐是自己跟我们走，还是让我这帮兄弟动手？若是后者，可就别怪刀剑无眼了。跟你走？太子是不是真以为调虎离山这种下作手段就能把我沈婉婉逼上绝路？他连寒山别院都保不住了，还妄想拿我做筹码去换他的命，简直愚蠢至极！你炸我，上！死活不论，拿下他！放箭！有埋伏，撤！快撤！把这些尸体处理干净。是。我回来了。我知道。看来将军今夜的收获足以让东宫天翻地覆了。太子果真狗急跳墙，对你下手了。几只不自量力的疯狗罢了。他的底牌已经没有了，现在该看我们的了。婉婉，你猜的丝毫不差，这里有江南水怀节流赈灾款的全套账本，还有柳家圈判京郊民田的票据，全盖着太子司。这上面的每一笔账都是踩着大晋百姓的森森白骨垒起来的。江南贪墨加上柳家圈地铁证如山，这一次神仙下凡也保不住他的储君之位。时辰不早了，该去让那丧心病狂的东宫储君尝尝坠入地狱的滋味。去吧，父亲。孽障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堂堂大晋储君，竟敢在江南水灾中中饱私囊，勾结外戚，圈地害民！皇上，太子此等行径天理难容，恳请陛下严惩，以为江南百姓在天之灵。传旨：太子赵彦贪赃枉法，德不配位。即日起撤夺太子封号，贬为庶民，流放永州。无诏永世不得回京。东儿女眷一律随行流放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拿下！磨蹭什么？都结束了。是啊，新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